纽约时报报道，当地时间10月20日，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的联邦陪审团裁定影星凯文·史贝西无罪，驳回了男演员安东尼·拉普称其非法侵犯和故意导致精神痛苦的指控。现年63岁的奥斯卡影帝史贝西在陪审团宣读裁决时眼眶含泪。不过，他在英国还面临多项性侵指控，并将于2023年6月前往英国接受审判。这位受害者形容成性捕猎者还是得到了想要的一切。按照国人讲故事的习惯，一定要从出身讲起。史贝西自小害羞，哥哥兰德尔·福勒说他们的童年漂泊无依，几乎交不到朋友。他的父亲曾逼迫一家人搬家10次，从科罗拉多到新泽西，然后是洛杉矶，不论在哪里都像生活在绝境。史贝西是家里最小，上头还有个姐姐，父亲总是失业，幻想成为作家。最后找了份技术手册写手的工作，当秘书的母亲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。多年以后，兰德尔公开了自己可怖的童年，父亲托马斯其实是美国纳粹党员，胡子修剪成类似希特勒的样子。他性情暴虐，在办公室挂满色情的裸体照片，经常用马鞭抽打3个孩子。兰德尔12岁时，父亲把他叫到卧室，说要教他关于鸟和蜜蜂的知识。然后他解开我的裤子，开始玩弄我的身体。惊恐之中，兰德尔大呼妈妈的名字，妈妈冲到门口使劲敲门，但爸爸锁了门，并命令我安静。突然敲门声停了，妈妈离开了。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感到被抛弃过。爸爸开始对我做性事，那是我青春期的开始。史贝西的姐姐在18岁逃走，兰德尔说他保护着弟弟，威胁父亲不许伤害，否则就揭发。为了逃避，史贝西把自己封闭在感情的泡沫里，变得聪明而皎洁，以避免父亲的鞭打。兰德尔说曾试图跟史贝西讨论父亲，但被他以一无所知拒绝，好像竭力别过头就能假装黑暗不存在，痛苦的隐秘揭开一角，一些虚构的温情连带被拆穿。1999年，史贝西接受采访，形容自己跟父亲的亲密关系。他还深情地谈起兰德尔：“我哥哥是位非凡的音乐家，他现在坚持演出，也做其他的事情，我们一直都在相互鼓励。然而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说话了。”兰德尔说，他形容弟弟是个空壳子，从未和母亲以外的任何人建立真正的情感联系，而且刻意疏远自己。自己在近30年里只见过5次，最后一次是母亲的葬礼。史贝西独自安排了母亲的身后事，一场奇怪的丧事，现场只来了他的工作伙伴。兰德尔试图理解疏远的举动跟演戏和改名是一回事。史贝西要逃避的是自己，尤其是由扭曲童年塑造的黑暗那部分。为了活着，人总要找到自洽的理由，合理化很多事。在舞台和荧幕上，他假装成别人，这给了他某种安慰或者力量。他甚至可能不再演戏，那才是真实的他。他躲在角色后面，试图过一种秘密的生活。这样家庭中成长出来的史贝西一脚踏入了好莱坞，一个出生在新泽西州底层贫民家的孩子，一没背景，二没资金，就连长相都是那种常春藤名校3好学生的模样。史贝西是如何入门的呢？故事也非常戏剧性。凯文·史贝西的偶像大导演强纳森·米勒来纽约为自己的新戏招募演员。当然，这个时候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史贝西是没有资格参与的。但是事情就是这么巧合，在一次偶然的会议上，史贝西看见了一个打着盹、衣着华丽的女士包里掉出来的一个邀请函，正是米勒鸡尾酒会的邀请函。史贝西会怎么做？此刻他面临着严峻的道德考验。在经过漫长的思想斗争后，凯文·史贝西觉得自己应该坚持自己的良心。既然这位女士这么劳累了，就把这个面见大导演的机会由自己辛苦代劳。这不是电影的情节，这就是凯文·史贝西。从此之后，好莱坞少了一个女演员，而多了一个坏蛋。虽然你也不得不承认，她确实是个好演员。1995年对凯文·史贝西来说绝对是事业转折点的一年。
在《七宗罪》里，观众第一次领教到了史贝西的厉害，理直寸头，面无表情，着装整洁，是那种走在地铁里你绝对不会多看一眼的中产形象，那个无聊透顶的中年男子。但是当他看着你开口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。他有种强烈的自信和把控力，在电影里面对着凯文·史贝西两大领地黯然失色。布拉德·皮特就像一个只会耍帅的花瓶，而摩根·弗里曼看上去就像是在演70年代的西部片。约翰·多伊是最迷人的，也是最悚然的杀手。他在某种角度的智慧、才华，甚至虔诚营造了黑洞式的引力。角色的魅力大部分都归给史贝西，他极大地展示了阴暗、病态，若有所思，还带着一丝优雅的复杂。那段佳话不妨再说一次。他为了保持凶手的神秘，要求将自己的名字从片头和前期宣传中划掉，甘愿做个不存在的人。观众对我的了解越少，角色就越出色。反复被讲述的这句话，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隐藏的企图心。大卫·芬奇觉得史贝西是约翰·多伊的完美人选，因为凯文是天生的政治动物，他明白如何洞察，也懂得怎么玩弄和讨好。在他眼中的那种闪着天赋的皎洁之光，又狠又顽皮。史贝西眼里，政治和演戏像得很，都是有一个想法传递给听众，这无关是否撒谎，而关乎如何让人信服。史贝西最可恨的地方，就是他让每一个反派都成了自己，而所有这些恶的特质都伴随着他的西装革履潜入到你的身边。在非常嫌疑犯里，他是一个犯罪团伙里最不起眼的小混混，腿瘸了，胆子小，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。但是每次看到他，你都觉得他在算计着什么阴谋。出演《美国新玫瑰情》前，史贝西被称为演员里的马基雅维利，是荧幕上最聪明的男人。马基雅维利是个邪恶的政治家，主张道德准则踩在脚下，结果决定手段。完美的权术是要兼具狮子的残忍和狐狸的诡异。萨姆·门德斯独具慧眼，他找史贝西演莱斯特，这个对世界本来一无所知的愚蠢美国男人。但如果奏效，影片的一系列反转会让观众震惊并爱上他，发觉不为人知并让人震惊，这是史贝西的拿手好戏。门德斯评价戏里的史贝西就像雷射激光一样专注，你总是相信着他能挖出那些瞬间，那些让人汗毛竖起、起鸡皮疙瘩的瞬间。10年里，史贝西最成功的戏剧作品是门德斯制作、自己主演的《查理三世》，在全球大获好评。查理三世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，谋权篡杀，极尽阴谋凶煞。史贝西演得好，一点都不出奇。在老维克剧院沉吟了10年，时间这把刀子在史贝西的眼皮、法令纹和右脸颊的凹陷处不留情地割了下去，随之切割的还有早年黑暗气质的一丝脆弱。到了安德伍德总统，这位演技派只剩下老谋深算和狐狸般的狡猾。他后来引用这句纸牌屋的台词给一场演讲作结，试图劝诫台下的年轻听众人生切莫满足。刚刚成名那会儿，有杂志采访他，他就讲满足是世界上最烂的词，而自己会是始终饥饿的那个，一语成谶。规则只有一条，捕猎或者被猎杀。凯文·史贝西转过身来，面色阴狠，眼神皎洁。2个月来，紧随着演员安东尼·拉普公开指控史贝西31年前性骚扰自己，连串针对性的指控和性丑闻浮出水面。他被受害人形容成性捕食者，欲望向深渊，掠夺成性。拉普的控诉成为 MeToo 早期著名的控诉之一。史贝西随后事业一落千丈，失去了继续主演网飞剧集《纸牌屋》的机会，并被要求向制片方支付3100万美元的违约金。此后还出现了10几起针对史贝西性行为不端的指控，包括3名男子在英国对其提出的性侵指控。凯文·史贝西变了。史贝西还借机会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，称自己和男性、女性都有过亲密关系，此后会选择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生活。这则看似心思缜密的出柜的宣言的公布，更令人确定，跟耷拉的眼皮一般，他变得愈发松弛，满不在乎。
早年可不这样，我们对火星的了解都比对他私生活的了解多。厉害死的好莱坞狗仔对着史贝西束手无策，只好说他是个谜。1997年9月，君子杂志贴身跟着他6-7天，结果在10月号出了篇封面报道，凯文·史贝西有个秘密，开头就讨论他可能是同性恋的流言蜚语。史贝西对这篇并未表明立场的文章大为震怒，激烈的指责杂志背叛、虚伪、恐同，是麦卡锡主义的复辟。他当时的经纪人布莱恩是圈子里的头脸，手一挥，断绝了旗下客户跟君子的所有联系。那时美国新玫瑰情刚刚上映，史贝西40岁，表现得很诚恳，他尚且愿意伪装，言之凿凿，说自己盼望着组建家庭，想要孩子，庆幸身边的女性都没有读过君子，否认挡不住媒体。世纪之交那年，星报报了他和男模特的同行照片，声称还有更露骨的攥在手里。新晋奥斯卡赢家透过代理人表示，不会就性向问题再发表意见，能说的他都说了，人们爱怎么想怎么想，大概这么个意思。之后10年，他设置了些沉默的标准答案，不再为此费力气。这是私事，你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呢？你们知道的越少，对角色完成越有帮助。如果那时去采访他，同行会跟你讲，有2点会惹到史贝西。要不称他为好莱坞明星，他觉得自己是个演员，明星字眼让他不舒服；要不问个人生活，而这是他公开的秘密。星报爆料那年，史贝西受邀上去演员工作室的节目，底下是学表演的学生问他要怎么演好角色。打着灰色领带的他，先在椅子里想了一会儿，说必须要敢冒险，交出心，接纳角色的案，相信那是你自己。一个演员总要问自己一些普通人不敢想的问题，哪怕问不到答案。其实我们比很多人来的健康，至少有个出口，能审视大多数人不敢面对的东西。凯文·史贝西可能是好莱坞最具备悲剧色彩的人物，从出道伊始，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是那个老谋深算、狡猾的坏蛋。就像他扮演过的大卫·戈尔，在讲台上朗诵拉康哲学和正义论，然后因为骚扰学生被驱逐。在电影里，他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和名誉，而舞台之下的他，终于也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熟悉的那个凯文·史贝西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，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